地球是一个如此深远和巨大的宝藏，吸引了遥远空间的存有前来分享它的美丽。我们希望你从内在感觉那份美丽，并让它贯穿你的整个存在。当你允许这种美丽来到你的身体，你将会发生深刻的改变。你会开始把美化地球作为第一要务。我们希望这个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你的脑海当中，唤醒你对地球的责任。我们已经唤醒了你对自己的责任，而你正在努力做得更好。我们祝贺你。现在你要为地球做什么？怎样去做？我们教导过你，任何的时候都要意愿把最好的给予自己，而地球是你的家。你要如何拓展这个能量，用你的所知去影响地球？你们有多少人走在地球上，视它为一片神圣的土地，让地球知道你有多珍视它。这种沟通会让你与地球连接起来。专心地去做，去看看你的垃圾，那些丢掉的你没有意识到的东西，那些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对你的要求。去看看那些堵塞心灵的思想，还有垃圾。我们所教导给你的，你都可以延伸至地球。不管你走到哪里，与地球进行沟通，让它知道你在觉醒。你必须把自己看作一束光，不管你是步行、开车、飞行，或者去到哪里，你都携带着这束光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光在地球上波动，最终将会迎来一股空前的宇宙光波。我们的世界正在疯狂的边缘缓行，有意识地照顾好地球，你能减缓这个步伐。现在地球上的主导意识，尤其是在美国，是拥有美观的草坪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为了让草坪变得美观，你们使用各种杀虫剂还有化肥，直到它像客厅的一块地毯那样。这种价值的系统从哪里来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它的意义就是有人要卖商品，要去赚钱，于是做营销，让这商品变得合法，然后才有人买。与地球沟通吧，听听它说了些什么，让这美丽的星球告诉你怎样去和谐的生活。这是个缓慢的过程，你不可能一晚上就学会。去倾听地球的诉说，听着，你喜欢有人往你皮肤上倒杀虫剂吗？这就是你们对地球的所作所为。地球是有感觉的存有，或者说地球是集体意识。组成地球的有情众生进入这个集体意识，是出于对这一意识整体的爱和想要为意识提供一个家园的体验。就好像是你是体表和体内各种生物细菌的家园一样，你与他们共同的合作。地球了解这一点，为了做一个好妈妈，她必须允许孩子们学习自己的功课。你的功课，当然了，就是学习责任。如果你想要什么，就会有某些后果。要达到目标，就得负相应的责任。地球允许你们在它的表面和内部搞破坏，好让人类学会负责。而当地球处于危机当中，人们做得太过分的时候，地球就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，教导人类作为地球的居民如何照顾自己的家。出于对人类神圣的爱，以及身为人类老师的神圣职责，地球会教导你它自己的神秘和力量，以便你理解如何在爱与合作中行事，而非不尊重当中行事。为了引起人类的注意，意识到他们的问题，地球将不可避免地
出现某些巨大的变化。如果某个下午有2000万人在地震中消失，也许其他人会觉醒，或许会吧。你们已经一再听到有关地球转变的预言，有些人对此持保留的态度。你们不认为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你们认为也许倒霉的是别人，要么就是报纸上地球另一端的家伙们。但是如果就发生在你的门外，或者是与你相邻的城市呢？如果美国的各大城市都开始崩塌呢？如果你一觉醒来，从纽约到华盛顿之间有一条巨大的裂痕呢？这些足够震撼你一点点了吗？足够重新构架和重新评估你的生活了吗？你们开始意识到这一切，因为报纸开始报道这些事情。这些事其实已经发生相当长一段时间了。环境保护者和资源保护者谈论环境的恶化已有20多年，但是人们指望问题自己解决，更何况环境问题又不能让报纸热卖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，人们对学习负责没有兴趣。这种态度适得其反，大部分人们变得无知，认为问题凭空而来，事情在将来会变得很严重。我们预测，也许会有国家禁止使用汽车。地球此时的教导包含方方面面，随着频率的改变，一切都改变了。频率改变时，就好像是搬家，整个环境发生了变化。这些变化是设计用来提升每个人的，为了给人们带来更大的轻松，还有了解，为了使人类脱离把他们限制在很固定、很小范围内的范式。当人类能够将尊重地球的生命质量作为自己生活质量的第一要务时，地球上就不再会有大量灾难发生。然而，大部分人，尤其是西方世界，只看重另一种生活质量：拥有多少电子设备，衣柜里有多少件衣服，车库里有多少辆车。他们一丁点儿也不关心所有这些工业制造对地球的影响。地球是有感觉的生命，是你们的父母。如果人类不改变价值观，意识到没有地球，人类将无法生存，那么地球出于启蒙和进入更高频率的需要，将会用一次大的清洗来恢复平衡。许多人会在某个下午全部消失的可能性的确存在，也许那个时候其他人才会开始觉醒。一直有各种事件刺激你们，鼓励你们，引导你们意识到全球改变必须发生。有一些草根运动将蓬勃壮大。地球会发生什么，取决于每个人改变的意愿。你在其中的责任是什么？你有多愿意改变？现在不是空谈的时候，而是要身体力行。当你致力于改变自己的生活，你就自发地改变了整个地球。地球渴望完整，地球目前感觉到它丧失了完整性，不被尊重，不被爱。地球热爱你们，给予你们生存的空间，它是活的有机体。地球将要重建自身的完整性，并让你们明白，爱地球就是爱自己，爱自己并且爱地球，因为这两者原本就是一回事儿。每个地质的改变都在系统破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将会有保险业的崩溃，随之而来的是其他系统的崩溃。许多银行在保险业有着抵押，而保险公司又有大量投资的债务。来几场飓风，或者是
像旧金山地震那样的灾难，伴随着战争和地下的经济，这些经济系统还能运转多久？表面上没有人注意这些，他们认为只不过是银行之间的一堆票据，然后他们继续保持一切安然无恙。所以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，地质的改变会被用来造成崩溃。地球的变动会带来人类灵性的结合与欢呼，因为人们开始走出家门，帮助灾难中的别人，这样会使人们紧密地连接起来。如果计划的话，会有技术能迅速清理地表世界。然而，人类目前还不能对地球负责，所以还不能公开这些技术。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己的家，所有的人都要学会尊重自己的身体，因为没有身体，你无法在这里生存。同样，没有地球也不行。你的身体和这个星球是你最伟大的2件礼物，是你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事物。理想情况下，你应该能够表达对地球和身体的神圣尊重，还有真爱。这个频率将回响于你的家园、你的财产所有物、你关联的土地，还有你的身体之中。地球比你想象的要有弹性的多，它是来供养你、支持你的。地球也是来与你合作的。如果每件事情都带着爱去完成，就会拥有造物主的力量。带着爱，就不会有伤痛，还有危害。如果你在做决定上需要引导，就问自己：我是出于最高的完整性吗？我是出于爱吗？我的意愿是爱地球，爱动物，爱所有遇到的人，爱一切所做的事情吗？带着爱，还有尊重，地球上的一切资源都可以为你所用。也许你很难想象，一群石油工人在钻探之前，手挽着手，请求指引，请求地球给予他们许可。然而，如果真的这样去做，事情会变得更加和谐。你会发笑，因为你认为与无法回答的事物去沟通是个愚蠢的行为。但是，如果工作、教育业以及所有行业的人都停下来，以最高的完整性和对一切事物的爱为宗旨，请求对地球或者是对人类不造成任何的伤害，这是会被听取的。这将会启动朝向更高文明的计划。这些觉知正在到来，很多人开始接收到这类信息，也有很多人不想加入，因为他们害怕麻烦。他们会说：我要保住自己的工作，保障安全，我管他呢。然而，任何的社会都会发生的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当每个人都丧失安全保障的时候，勇气就会像花朵一样遍地绽放，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那个时候，人们开始站起来，